太阳能分成两大块嘛，太阳光电、太阳热能，这个大家都比较知道了啊。反正就是说，当然技术上面千奇百怪，怎么做太阳聚光型的太阳热能，然后变成发电嘛。但是那个是主流，还有一种什么样？比如说澳洲有发现什么样？利用太阳光，一般我们的做法是什么样？聚热能，那里面用一些特殊的油，让它温度到300多度，然后用热交换器把蒸汽给蒸发。把水蒸气蒸发，然后变成什么样？我们的 Rankine cycle 这样子嘛。但是也有人这样子做，怎么样？用热能聚集在某个地方，把空气变热，空气变热就往上冲，往上冲之后，这边就有个 turbine，就冲了，这样这是另外一种太阳能啊。所以说，基本上那种创意是无限的，对不对？那不是还有那个日本的那个科学家还讲说，太阳能因为经过大气层之后散失了很多。就要大气层外面去什么弄太阳能嘛，所以说他可能把太阳光电板就弄在大气层外面嘛，这样子，怎么把电传进来？当然怎么把电传进来是一回事，不过理论上来讲，这个效果会更好。但是基本的技术就分成2大类，光电跟热能嘛，对不对？好 ，OK 好。所以我们讲光电效应，光电效应是基本上是爱因斯坦他就把它给证实了嘛。它其实它的什么样？它的那个原理很简单，一般我们任何元素都有电子嘛。那电子受束缚程度不一样的话，就区分出我们的绝缘体、半导体跟什么？跟导体嘛。所以导体的话，就变成说电子可以在什么样？可以在我们在什么分子间自由的移动嘛。但它还是受到我的原子核的束缚，它不可能变成自由电子嘛。这是我们的一般的那个导体嘛。那半导体的话就怎么样？基本上它要导又不导，它在常温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导。然后呢，绝缘体的是电子被抓得紧紧的，根本不会移动，所以根本就不可能传递电。那如果说基本上，如果是因为如果是金属的话，它里面的电子的能量本来就很高，然后你如果给它适当的一些能量激发，一般来讲说，它的能量我们在吸收能量的时候是有能阶的，跟我能阶相同的我才会吸收。所以说，因为它能量很高，如果说它要吸收到紫外，它如果遇到紫外光的话，它就可以吸收紫外光，那增加自己的能阶，它就脱离了原子核的束缚，就变成自由电子。那自由电子的话，如果到处走的话，就是什么？就有电流了嘛，所以变成说这个光电效应是一个，就是光子，就是说金属的导电的电子受到光子的撞击，然后吸收光子的动能让自己的能阶上升变成真空的自由电子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用一个阴极一个阳极的话，电子就往极跑，就变成一个电流嘛，这叫光电效应。OK 好。这是光电效应，这个是很久以前，你看也是1887年就被提出来，到1905年都是100多年前的故事了。但是呢，这种电子这种效应虽然很久就被提出来，但是没有太多的用处。为什么呢？因为它只能吸收紫外线以上的光，以上的。如果大家记得我们上次不是有个光谱吗？这样子吗？太阳光大部分的什么能量都在什么地方？可见光啊。紫外线区一点点我们讲过说，所以基本上在里面有两个能阶嘛，很重要。一个叫什么？一个叫费米能嘛，叫 Fermi energy； 一个叫什么？叫真空能阶嘛。什么叫费米能？费米能就是说一个原子核里面我所具有最高能量的那个能阶就叫费米能嘛。大家在这种世界里面它不是连续的，它是一个能阶一个能阶一个能阶嘛。在这个区域里头有一些电子，这个区域有些电子，这个区域有些电子嘛，对不对然后有些区域就没有电子这样，所以最高的这个能阶上面，它下面就有很多电子，这个以上就没有电子，那就叫费米能。意思是说，一个原子里面它所具有的电子的最高的能阶就是费米能嘛。真空能阶就是说，一旦它的能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就完全可以脱离我的原子核的束缚，可以自由的跑，那个真空能阶。所以中间这个差就是你给它的，让它从这个地方要到这个地方，它就变自由电子，这叫公函数嘛。所以每种元素它都有一个公函数，就代表说你要给它多少能量，它就会跑出来变成自由电子，这叫公函数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就是这金属，基本上金属的话。它的什么样导电带跟那个什么，它的那个什么，它的这个价带就是说，基本上用来做间接的那种那个价带跟这个导电带基本上是重合的。半导体的话，半导体以上的话就没有重合，就代表说你要给它一点能量，它就可以从什么我的价带完全被束缚，变成可以在原子间自由的移动。那个时候是变成导电的，还不是变成自由电子然后这绝缘体的话就更大了。
但是呢，半导体跟绝缘体之间的差别代表什么？代表说这个能阶啊，这个能系啊，到底有多大？半导体的话，就是说我只要适度的能量就可以让它过来。那绝缘体是说，在一般的什么情况之下是不太会的啊，除非是你把它温度提升到很高很高才有可能，不然的话基本上是不太会的这样子。这就是什么半导体跟那个半导体跟那个什么绝缘体的差别嘛。好，那我们讲光电效应为什么不好用？因为它电子本身的能阶就已经很高了，它已经是一个传导电子，所以说它能吸收的就只能吸收高能阶的紫外线，所以呢，这都可以算出理论值啊。理论值如果是用金属的话，基本上它的有效率1%，理论值。那你讲说我们实际做出都是理论值打个好几折嘛，所以真的当然就后来就发现1%就没有人在做了啦。但你是说现在做出来是0.001%，是不是就是只能做到这样？不太可能，我们还可以做更高。只是说啊，理论值都1%的话，那你就不用做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基本上真的用那个光电效应在做，因为它的那个太小了，它只能吸收紫外线啊。好，那半导体就比较好用了。啊，我们要导电。我们导电，我们也不一定要让它变成自由电子啊，我们只要变成导电电子就可以啊。那导电电子在什么？在我们的电路里面跑来跑去，那就有电流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不需要说一定要把它变成自由电子，我们把它变成导电电子就好了。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就用什么？用半导体。那半导体我们希望可以让它吸收光子的那个撞击，吸收光子的能量，让它把它变成什么？变成导电电子。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它的能阶是在1到2电子伏特，就是可见光范围。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它效果就会比什么？比光电效应好太多了。这就是为什么说现在大部分都是半导体在做啊，这刚好是跟我们国家的工业走向刚好是一个刚好符合嘛。我们就是半导体是我们的强项，对不对？所以这个刚好为什么台湾是全世界现在好像是全世界第2大吧，第2大的那个太阳能光电板的产地吧。所以这就是说，半导体里面为什么它就变成说，它一旦是导电之后变成怎么样哈？电子跟电动，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哈。比如说一般来讲是半导体的话，都是什么样？4、8、88，大部分都是4个。那如果是我们本来大部分都是假设说中间这个区的那个元素它是8嘛哈，要8个是满的。那如果你有4个的话啊，然后4个加4个，所以半导体所以一般半导体的那个比较稳定的是什么？4个在一起变8个嘛。OK 好，就是大概就是我们的见解，大概就是有8个，1、2、3、4，就是这是一个外围4的，比如说系哈，外围是4的，那加起来就8个啊，8个加间隔就排列就很完整，这就是一些间隔的排列就很完整这样子。好，因为它可以吸收一些太阳能的能量，所以说如果受到光子的撞击，能量被吸收起来，这个时候这个电子就怎么样变成导电电子，它就可以跑了。它就可以在什么，在这个里面跑，它没有跑出去哦，它在这个里面跑，所以这跑的过程里面，基本上就变成一个导电电子，在空的地方就叫电动。这个电动不存在啊，不是那个地方就可以动，它是一个名词而已，就是说那个地方就少了一个电子，所以就变成一个带正电的。所以说，当你半导体的时候，在室温的时候，基本上就有少数的什么样电子可以吸收光能变成导电电子，所以里面就有个带负电的电子，然后在这个电子本来的位阶上面又少了一个电子，就变成带正电的电动，所以这里面就变成它还是没有带电的，它还是电中性的东西，不过它里面就有带负电的电子跟带正电的电动。那这2个电子跟电动都是可以传导的，电动是个虚拟的一个相对的东西而已。好所以这个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所以如果未来的话，就是我们在利用说它电子的传导里面，就是可以用电子来做 carrier 来做传导，或是用电动来做那个什么。所以他这边讲说，电子跟电动都是可以用来导电的，这叫做载体啊。电动是个虚拟的概念它不是真的东西OK。好，所以呢，我们在讲说这个半导体里面，它本身有时候室温里面就带了多少的电子跟电动，这个浓度就是影响到说未来你在做在用来做这个半导体材料的时候，它的什么效益好不好？所以这边你会有一些什么，它浓度就很重要。以后的话，当然我们会把它变成掺杂，
如果单纯只是靠细的电子跟电动的话，还不是那么好。你可以掺杂一些3、5组的东西，让它增加。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我们常常在算，希望知道说什么电子跟电动的浓度是多少，浓度越大，理论上的话，它的传导能力越好。对，这浓度，所以说你会看到一些什么电子浓度，基本上每立方公分有几个电子浓度这样子哈。好，我们就会看一下说，为什么有些东西很容易，就是半导体里面，我们就喜欢用这个东西来做。比如说，他说常见的半导体在固温在那个什么室温的时候，电子的浓度跟那个代沟啊，就是那个代沟这就是说你需要克服多少的那个能量，它才能变成绝缘体变成导体嘛。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当然是小一点的话，就代表说你吸收的能量那就比较少一点这样子。然后这个的话是它的每立方公分里面有多少的浓度，我们当然希望它越多越好。所以你看矽还在几个里面还算不错。这个是砷化镓，这个好，这个如果大家这个在做一些薄膜太阳电池的时候，常常会看到的一些那个元素。然后这个不知道是念锗吧哈，锗还是锗了哈，锗哈。念锗哈 ，OK， 这个锗的话也蛮多的，不过呢，看起来好像蛮多，事实上你如果真的给它比起来，都是蛮少的。你看，每立方公分有这么多，但是每立方公分你要看到几个摩尔啊，一个摩尔就有6乘以10 23次方个原子啊，所以说基本上其实它也不是很好啊。好，那为什么现在用比较多矽？矽最多啊，矽是全世界那个什么金属里面，就是那么不是，就是说那个。沙什么东西都是矽，都是它的原料，所以我要提炼出矽是很简单的比较多啊，所以为什么不用这个什么锗？那都是比较比矽来讲相对来贵所以说大部分还是用矽。不过这几个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用什么砷化镓反正就是说你大家看以后你看到很多那种太阳能光电板的时候，它的一些原料都是这个东西哈。好，所以这就是说产生基本上。在电子跟电动里面有可能产生跟复合产生就是说你今天这个电子吸收到能量，然后就变成到导电带去，但是呢有可能是它又会复合，就放出能量所以呢很多东西你如果要让它做一些电流的话，你必须在什么？在它产生复合的过程里面，就要让它有所运动。你要让它就有电流的话，就要产生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要让它一直往某种方向特定的移动，不要让它尽量不要让它什么复合这样子所以说你要让它是这样子的。所以他是讲说这边讲说为什么说有时候人讲说那个什么碳、钻石也可以来当半导体，就是任何只要是市价的元素都可以都是半导体那当然是说你今天说那个市价之外，还有它代沟，它的那个什么能系有多大？那到底容不容易把它激发到到导电带去？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本身的固有浓度是多少，这影响到是它是不是一个好的做光电材料、半导体材料的的。但是呢，一般来讲，只要是市价的元素的话，碳十几那6个嘛6个嘛就224嘛对吧？碳12对，那个6个就这样子。所以说，反正只要是市价的元素都是可以用来做半导体。就是为什么说基本上但温度要够高了温度要够高的时候，你才能，因为它的什么样比较低，能阶比较，就是它那个什么那个能系比较高，所以必须要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才能变成导体这样子。好，所以利用这个东西，我们就来做太阳能光电板我们看太阳能光电板，基本上它的好处是什么样？直接把光能变成那个电能。我们讲过了，大部分我们做都怎么样？把热能变成机械能，机械能再变成什么电能？有没有？一般我们利用发电机的，利用 cycle 的。都是一定要有什么？先有机械能，机械能才能带动什么样？我的发轮机，我那个发电机。那前面怎么变机械能的话，大部分就是什么样？你可以用水力能，用另外一个机械能动能来，也可以用什么？用那个热能来。我们现在教的是用热能，比如说火力发电厂。未来的会介绍的什么水力波浪潮汐什么东西，就直接把动能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旋转动能。然后就让它发电了，那就是变成机械能，就还是机械能，然后变成那个电能，然后火力发电厂这边呢是什么样？直接把什么光能变成电能之后讲的什么样？然后电子是怎么样？把化学能变成电能，所以你会发现说，就是这几个大部分大的趋势、大的分项这样子而已然后所以说没有什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寿命号称可以达到25年，一般来讲呢，号称可以达到25年了。不过
我不知道，我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用，而且听说好像用越久那个会衰退嘛，能量会衰退的样子这样子嘛。啊，也有最近网络有人在算的，就是要算一下那个台电哈补助做太阳能光电板，大概多少年可以回本？一般讲是说好像是5年啦。你如果装在南部的话，啊，你如果你家顶楼可以装一些太阳能光电板，好像成本好像是大概40几万到50万左右，啊，你就发了电，好像一度7块8块卖给台电嘛，啊，然后如果用南部的那个日照时数的话，你可能好像5年可以回本了。最好的应用是什么样，你知道吗 ？Standalone 的啦。在玉山上面弄个太阳能好不好？当然就很好了。其实我觉得太阳能最好的就是说你的独立系统啊，比如说你卫星上面都是太阳能啊，对不对？卫星上面都2个太阳能，所以不要跟大家的电网啊，然后又变成它 standalone 是很好这样子。然后有些的话就是在应用的范围啦，还有一些可以用来做一些什么那个当成太阳能光电那个一些电池什么东西的哈。所以基本上是大家看一下，好，这是它的用处了哈。